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要探讨一个特别有意思，却又让很多人琢磨不透的话题——面子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在某些场合，明明心里不乐意，但为了所谓的面子，还是硬着头皮做了一些事。您瞧，这面子啊，在中国文化里，那可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就像房子的大梁，看似无形，却支撑起了很多人际交往和社会行为。那到底啥是面子呢？就请各位跟着我一起揭开面子的神秘面纱。要说起面子的根源，就得提到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儒释道思想。儒家讲究礼，《论语》里说不学礼，无以立。这礼在很多时候就和面子紧密相连，人要遵循礼仪规范，才能在社会上立足。这其中就包含着对自身形象和他人看法的重视，也就是面子。而道家虽倡导自然无为，但在人际交往中，也讲究一种和谐的状态，面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维持这种和谐的润滑剂。佛教虽更注重内心修行，但在世俗生活里，也不能忽视面子对人际关系的影响。先给您讲个历史典故，在战国时期，有个叫苏秦的人，他一开始四处游说，却屡屡碰壁，灰头土脸的回到家，家里人都不给他好脸色，嫂子甚至连饭都不给他做，这可把苏秦的面子伤透了。于是他发愤图强，投悬梁，锥刺股，刻苦钻研学问。后来苏秦终于成功，身配6国相印，风光无限。当他再次回家时，嫂子像蛇一样在地上爬行，对他恭敬万分。苏秦就问嫂子为啥前后态度变化这么大，嫂子说，因为您现在地位高，又有钱啊，您瞧，这地位和财富带来的面子变化多明显。文学作品里面子的事儿也不少，《红楼梦》里贾府那可是钟鸣鼎食之家，讲究的就是个排场和面子。就说元妃省亲那一回，为了迎接元妃，贾府大兴土木，修建了豪华的大观园。这大观园那叫一个气派，亭台楼阁，雕梁画栋，应有尽有。为啥要这么大费周章呢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贾府的面子，让皇家和外人看到贾府的实力和体面。再看看现代，据202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在一些商务宴请中，超过 70% 的人表示会因为面子问题，点一些价格较高但不一定实用的菜品。比如说，为了招待重要客户，哪怕人不多，也会点满满一大桌菜，就怕点少了显得不够重视，丢了面子。说到这儿，咱来聊聊中西方关于面子的差异。在西方文化里，更强调个人主义，他们注重的是个人的实际成就和权利，对别人看法的在意程度相对没那么高。就好比在西方职场，员工可能更关注自己的工作成果和晋升机会，不太会因为老板或者同事的一个眼神、一句话，就觉得丢了面子。但在东方，面子可就复杂多了，它不仅关乎个人形象，还和家族、团体的荣誉紧密相连。你想啊，要是一个人在外面做了丢人的事儿，家里人脸上也无光，不是？那在生活中，咱们怎么正确对待面子呢？给您3条实操建议。首先，别太虚荣，比如说买东西，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经济能力来，别为了面子打肿脸充胖子，非要买那些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奢侈品。其次，要学会换位思考，当您觉得别人让您没面子的时候，不妨想想对方的立场，说不定就能理解对方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。最后，提升自己的内在实力，当您肚子里有真才实学，能力足够强，那自然就有底气，也不会太在意一些无关紧要的面子问题了。不过这儿也有个警示案例，小张和小王是朋友，有一次同学聚会，小张为了在同学们面前有面子，就吹嘘自己工作多么厉害，收入多高。小王知道小张是在吹牛，但为了不扫他面子，就没拆穿。结果小张越吹越离谱，同学们都信以为真，还找他帮忙介绍工作。这下小张骑虎难下，最后谎言被拆穿，不仅在同学面前丢了面子，连和小王的关系也变得很尴尬。您看，这就是过度追求面子，最后反而丢了面子。好了，今天关于面子咱们就聊到这儿。如果您对面子有更多思考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也别忘了点赞、关注和转发，让更多人一起来探讨。咱们下期再会。